美股会继续涨下去吗？到底美股的隐忧在哪里呢？今天带你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知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美股是不是过热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应该近来天天有人说，因为大家不断在说 AI 泡沫了，好可怕哦，涨得那么高，哪有一个市场不会跌啊？哪有可能？怎么又涨了？跌下来一点点啊，怎么又拉上去了？就觉得天哪，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还是我是疯了？美股是疯了吗？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些比较客观的数据带大家来看看，到底呢是你疯还是我疯，还是美股疯，还是大家都没疯？这个市场就是一路的涨上去。好，那我们要当然给大家一些客观的经济数据哦。先从一个我自己觉得，还有市场上大家觉得它比较相对客观稳健的一个指标，带大家来看，到底现在美国股市有没有过热？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这个指标呢，它叫做估值指标。那这个估值指标呢，它英文叫做 Shiller 是一个人 ，Shiller 的这个 PE 值。好，那这是什么呢？其实 PE 值大家知道本益比嘛，估值。好了，那这个 Shiller 呢，它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方式呢，最早发明的人不是 Shiller， 最早发明的人是一个传奇投资者，叫做班杰明·格雷厄姆，他首创的。好，然后呢，他叫做周期性调整的本益比。好，它当然啦，这个很多股市都有周期性，然后长久时间以来有通膨嘛，这些应该要都被考虑进去啊。他觉得这样比较能够稳健的评估这个市场或者是这个股票它的一个这个估值有没有过高，听起来很合理，对吧？好，那他发明了之后呢，没有很多人采用他这一套，大家就只会说那个传奇投资人他这样子做而已。后来呢，他被验证，有一位这个叫这个希勒的这个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他就突然就觉得这个办法很好，然后呢，他不断的回测，他是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嘛，你知道经济学家什么事没有，就是很爱按计算机，很爱计算，很爱这个到处验证，然后就被他验证出来说，市面上他觉得最有用的指标就这个，他觉得这个最稳健，这个呢最没有其他的一个指标的缺点，他觉得他很棒，所以他就开始帮他大肆推广。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反而把这个 PE 值把它叫做这个 Shiller 的这个 PE 值，所以就叫做周期性调整的一个这个估值指标。好了，那它的这个顾名思义嘛，就是要平滑那个周期造成的一些误差，给大家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指标。好，讲了这么多，你一定很想知道，那到底现在是高是低？现在的数字叫做40倍，40倍什么概念啊？不得了的高，有史以来最高。高的不得了，好，那这个过去呢，这样的一个这个估值呢，过去的一个平均数字大概17倍左右。那你说40很高但是我们又再换一个角度想，这个17倍呢是有这个金融市场以来到现在嘛，那当然近代来讲，你不能把那么久以前那种西部牛仔时代的也拿来讲，不行嘛。所以呢，他现在说我们如果从1990年以后的话，大概平均的估值在27倍左右。用这个27来比，40还是很高，而且40是什么概念呢？它比这个网络泡沫以来还要高，好高啊！所以呢，大家就说你看这个数字它很高。好，那你说那很高又如何？高可以更高啊，对不对？怕高吗？我们没有惧高症啊。好，但是呢，高是什么意思？高的意思就是接下来估值很高了嘛，就是它的股价已经充分反映它的获利了。好，那接下来你就很难赚了，因为它的本益比很高。好，那现在有一个统计数字是如果呢已经40倍，代表的是接下来10年，美国的7巨头这些科技巨头，它的一个平均回报率可能是负的。你现在这么高的一个估值进场的话，你可能接下来10年你就没赚头了，负1.1%。好，那你说，那我不要买这个7巨头啊，风险高，我买大型的价值股可以，但是你也赚很少，大概呢你的这个报酬率就是1.6左右。买什么比较赚？你要去买美国的小型股，你要买这个新兴市场的股票，你要买欧洲的一些股票才比较有赚头。所以呢，它这个估值的一个这个指标是在告诉大家说，现在美股过热。
指标说过热，但是你不要说，哎呀，听到至于说指标过热，赶快明天卖掉，哎，你不要卖太早，因为呢，这指标过热，它可能会过热好长一段时间，所以呢，它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要综合评估，还有其他判断的一些因素嘛，对吧？所以呢，今天我就带大家整理好，那其他的判断因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近来哦，这个美股呢已经开始出现有那种剧烈震荡的一个状况了哦。那剧烈震荡为什么？最近的消息当然就是美国关门大吉嘛，对吧？美国政府关门，然后呢，时间已经来到了快要是历史最长的一个时间点。那你说关门就关门又如何？关门会造成市场上流动性风险，那你这时候就要问我了。那是画等号的吗？那什么逻辑啊，对吧？有点复杂，我简单讲。好，简单来讲呢，就是美国政府关门，关门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呢？就是美国政府员工不用上班，你不用上班呢，他们很多人是领周薪的，对吧？你就没有领到薪水，好，那你就没有收入。那美国政府呢，其实是会一直赚钱的，因为它有税收，它有这个短债，它发债。这些钱会到哪里去？这些钱呢？美国的财政部它有一个账户，这个账户呢是在美联储，这些税收啊什么就通通存在那个账户里。那个账户本来平常用途是发薪水啊，政府开门做这个开门也不能讲做生意，我每天开门营运啊，我要发这个员工薪水，然后呢，我要做一些这个正常的支出，然后呢，我政府要这个有任何支出要从这个账户里面去支出，对吧？所以这个账户呢，它平常 suppose 是一个要滚动起来，常常会进进出出的账户。但是我们来看最近这个账户，因为政府关门嘛。钱都没地方花，所以这个账户的钱好多哦。我们来看，本来美国财政部它的一个这个存款的一个余额大概3000亿美金左右哦，结果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关门嘛，所以薪水发不出去，然后本来应该要的支出都没有付嘛，所以它的一个这个钱堆积好高哦。现在里头的余额有1兆美元这么多。很可怕哎，1兆美元我就通通只进不出。它会造成流动性风险，它不是一般小公司我说存个几十万块，没有1兆美元耶，而且它钱一直进这个地方，然后美国政府也没有开门啊，所以它就一直存，好像貔貅有没有这种貔？所以它就是只进不出。好，然后呢，它就钱这么多之后什么意思？它抽干了市场上的一个这个流动性了。市场上钱几乎被他抽走了，钱就堆在那个地方，没办法流动，流动性风险。所以有人说啊，这次美国财政部啊，他把这个账户余额这么高，什么意思？就大概等同于升息好几次的概念。紧缩啊，把钱全部收回来的概念，很可怕啊！大家很担心说，那你政府还不开门，这个数字会越叠越高，越叠越高啊，就是越来越紧缩，一直升息不行！所以你看到美股嘣隆，就是很压力很大，差不多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但是呢，又有另外一派告诉你说，它又不会永远关门，对不对？它总有一天会开张营业啊。那现在存了多少钱，到时候就放多少钱出来。大放水、开心降息的一个概念嘛，就觉得好像也不赖。好，那你这个问题怎么样影响金融市场？我们先放心上。我再给大家看看，还有另外一个危机点，什么危机点呢？地产危机。那你就要问我啦，这个美国有什么地产危机呢？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哦。美国近来呢，他们有一个商品叫做CMBS， 这是什么哦？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贷款的违约率。好，那最近呢，你就看到了美国办公大楼贷款违约率急速攀升，来到历史上的新高，高达11.8%，它的违约率。好，那你说这违约率又如何？CMBS 其实是这个贷款违约率，就是美国其实美国人很妙啊，他们要弄钱有各式各样的花招。这个贷款呢，这个商品是这样。办公大楼，好，那我这个贷款，我是屋主，我贷款买了办公大楼，贷款很高嘛，对不对？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怎么办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贷款，我就把它打包变形成一个金融商品。金融商品呢，我就卖给大家，你来买，然后我给你利息。然后呢，你说我干嘛要这个借你钱，对不对？他说没有啊，我那个办公大楼就是抵押品，听起来很合理。办公大楼那么大一栋，我就觉得
那我买的很安心，我买的很放心，我买的晚上睡得着觉，没有问题。但是他违约了。好，那违约呢？你说谁倒霉？是我贷款给这个屋主的这家银行倒霉吗？嘿，没有。因为它已经打包成商品卖给投资大众啦，所以呢，你现在看到买这个基金的人，债券基金的人，有些债券基金会买他们的这个商品，然后呢，你看到有一些养老基金，美国他们会去买这样的商品，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普通的基金，然后甚至有一些一般的投资人，他们去买这样的商品。倒大霉，因为现在会违约的，所以他们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它的净值就一直在往下掉。再加上疫情过后啊，其实美国很多人都远距上班，我不需要那么多办公室，他们的办公室的控制率，全美大概平均是20%左右，零星地区控制率非常高。举例像旧金山，它的一个办公大楼的一个控制率大约接近37%。好，我办公大楼我根本租不出去，我就没有收入，那我贷款怎么还？那我现在又把这个贷款打包卖给这么多投资人，你说这些投资人怎么办？这个都是未爆弹哎！而且现在你就看到了这样的状况还在恶化当中，不仅仅是办公大楼，现在连他们住宅也有类似商品，住宅的一个贷款的违约率现在已经有7%，还在持续往上涨，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你要放在心上的。或许会变成次贷风暴，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走向。甚至呢，这个顺带一提啊，刚提到违约率11.8%，这个数字已经超越当年的次贷风暴的一个水准了。说，哎呦，很可怕哎。怕了吧？好，那当然呢，继续我们带您看下去，近来还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这个金融市场美股的哦？我们就来看看现在呢，到底什么时候要降息呢？现在这个鲍尔主席说啊，这个降息 no， 我这个12月不一定要降息，所以你看到金融市场也在反应啊，你怎么不降息了嘞，对吧？然后美元指数呢不降息，我美元指数就慢慢嘣回到100以上了，甚至他们现在说很可能会到102、103，美元强了。金银价格就低了，对吧？但是呢，华尔街这个反着看，他觉得，这个美元不会一直强啊，因为呢，鲍尔快要再见啦，再见之后就会换川普的人啊，川普的人就是要降息啊，川普的人上来只会有2种态度，宽松。更宽松这2种态度，所以你就说了，如果很宽松，美元一定不强的，所以美元一定会掉下来。所以华尔街觉得，那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什么机会？金价、银价掉下来，就是我再一次进场的机会了。所以你看到了，其实很多的一些进来的消息，给大家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投资观念。但是呢，现在要提醒大家是，还有一些隐忧是，你会觉得说。这个 AI 泡沫，但华尔街他们都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就是健康的回调，回调来我就是要再进场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大家也要放心上，关税带来的通膨的状况，你说没有啊？关税一说要实施，但现在还是通膨没有很严重啊。但是关税呢，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这个因素，它会有滞后效果的，很可能到明年。通膨在一起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小摩他们已经还有德意志银行，他们说通膨在2026年可能会重新卷土重来，他们觉得可能在明年会看到4.6%的一个 CPI 数字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降息了，很可能。重回升息吗？有那个可能吗？这个都是大家放心上，通膨一定要放心上，很可能未来的隐忧。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因素，都是进来影响到美国市场的因素但是呢，先不要害怕。我们刚刚告诉大家说，有这个那个啊，然后可能有隐忧啊，可能大家放心上啊。但其实啊，现在呢，你去看整个美股的驱动 S&P 500指数就是那7大巨头带着大家往前冲。另外那493个这个成分股的公司，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涨幅。也就是说，未来美股就是看 AI 脸色。那你说 AI 泡沫了吗？我是认为没有。好，那既然没有的话呢，就是每一次回调都是大家的机会，因为呢，这7家公司它就是赚钱的公司 ，AI 就是未来大家持续投资。之前不是跟大家聊过那个永动机的概念了吗？所以呢，只要这个泡沫没破，持续的就会往前进。那你说这么多的一些金融机构还跟你讲这个隐忧，那个很紧张，那个你要放心上，是怎么
么回事啊？他是在提醒大家，只要有回调都健康。目前看起来是这样。那甚至他还告诉你说，很可能会回调10%，可能会15%，但是都是大家的机会哦，因为趋势还在远方。健康的回调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事情，不然难道真的一路不回头吗？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华尔街现在对于未来的美股市场还是看好的，只是他要告诉大家，这些因素会让它有一个健康的回档，但是回档你要上车，它会持续往上。但有人不这么看，大卖空啊，这个大空头这个电影的原型主角啊，就是很爱放空的那个人哦。他最近真的认真的，他把他80%的资产全部压注在 AI 指标股辉达，还有另外一档哦，叫做这个Palantir 身上。就是放空他们，看坏他们，压大注了哦。好，那这个你说，哎呦，那怕不怕哦？要告诉大家，我刚刚不是讲了吗？那个指标很可能维持在高档一段时间，可能很长哦。所以呢，你太早进场放空，你可能要忍很久哟。像是这位大卖空的主角，当年他之所以会成为大卖空的主角，就是他2000年那个时候啊，不是就是很厉害吗？看对了，对吧？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看对哦，是看了2年呐，他空下去2年之后啊才跌的。所以呢，你说这一回会不会他放空了之后又等2年才真的泡沫跌下来？他要忍耐2年，然后忍到不得了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但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一次啊，这个 AI 的一个趋势非常的确立之下，任何的回调，大家请不要提早离场哦。你太过早离场、过早放空的话，你可能会煎熬好一段时间。但是呢，一定会回调的。但是回调呢，10%、15%都是有可能的，大家要心理准备。只要你抓好那个 tempo 呢，应该都可以游刃有余。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进来哦，金融市场的一些讯息。那顺道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看法，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